娱乐圈里出了名的爱哭鬼，却被迫上了一档恐怖综艺，观众和同行们都等着看我的笑话，他们却不知我其实是10级恐怖爱好者。于是我骑着鬼火飙着泪，一路高歌在真正的凶宅里横冲直撞，就连冷面影帝都吓得缩在我怀里哭唧唧。我一把搂住他的双开门肩膀，不怕不怕，姐姐在呢。失业半年的我终于接到了一档综艺，坏消息是这是一档恐怖综艺，经纪人王姐愁白了头。小允，听说这次进组的嘉宾都要签一份免责协议，他拿出协议欲言又止，他知道这是一档开创国内先河的恐怖综艺，重金打造，要给人绝对的真实感。而我是娱乐圈公认的爱哭鬼，演戏吊威亚哭，接受采访主持人声音大点也要哭，哪怕虫子从身上滑落也能红了眼眶。他们都骂我矫揉造作，但我真觉得冤枉，我是泪失禁体质，从小到大稍微一激动就控制不住要掉眼泪。实际上吊威亚哭是因为道具师操作不当我在据理力争，采访时哭是因为记者尖锐刻薄我在反唇相讥。明明我又刚又猛，偏偏因为泪失禁的体质，一边讲道理一边流泪，于是气势直接输了一截。还记得小时候我和院子里一个比我大的哥哥闹矛盾，我控制不住流泪的冲动，结果一边哭一边把人家按在地上捶。后来人家家长来了，见我哭得梨花带雨，还以为我被欺负了，又把自己儿子胖揍一顿。从此我落了个遇到事情就会哭的怂名，伴随我一直进娱乐圈。我跟公司申请替我辟谣，可公司压根不管，甚至觉得爱哭鬼的标签贴在我身上就挺好。久而久之，在所有人眼里我就成了这样的人。一怒之下我也只能怒了一下，见我迟迟不回答，王姐试探着说道，要不算了，免责协议可不是唬人的，据说这部综艺非常真实，万一真在节目上下出事，我们还是推了安安静静当个花瓶算了。看着我无辜的小脸，他彻底打了退堂鼓。可还不等他抽回协议，我已经拿起笔利落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没事，我可以的。他们不知道的是，虽然我爱哭，但我可是10级恐怖爱好者。综艺很快开播，会合时间是凌晨12点，地点是人烟罕至的乱坟岗。为了打造真实感，综艺进行隐藏摄像头全网直播，甚至隐藏嘉宾信息，一直到开播时才一个个出场。不仅有当红影帝叶良辰，还有恐怖片女王于慧慧，她以天生钝感力出名。记得上次恐怖密室全员吓得抱头乱窜，她还能淡定地做任务。按照节目组的尿性，6个嘉宾会配置3个坦克3个怂包，观众们不好奇坦克怎么刚，好奇怂包怎么哭，网友的期待值也逐渐高涨，嘉宾的身份也一个个揭开。武打明星齐昊、铁血硬汉秋白、退役运动员蒋武，全是硬汉猛女，网友们也不禁疑惑，虽然是主打恐怖元素，可是都请些胆子大的还有节目效果吗？也有人反驳，反过来想，来的都是胆子大的，这节目该多恐怖。就在全网等得望眼欲穿的时候，我开着一辆保姆车缓缓行驶进了所有人的视线中，车窗摇下，我的脸一点点出现在大众视野前，网友瞬间炸了，哈哈哈，阴怪来了，难怪节目组请了5个坦克，原来最后放了个王炸。我看不见弹幕，但是我能猜到网上现在是何等震惊，毕竟在面前的5双眼睛里，我已经看到了不同程度的吃惊。节目组搞错了吧？这种节目怎么让你来了？于慧慧先上前拉开车门，伸长脖子往里面看，确定只有我一个人时，眉头下意识皱起，嘟囔，这不是给我们添麻烦吗？这档节目需要团队协作才能完成闯关任务，显然他认为我不符合团队标准。面对于慧慧的质疑，我有些生气，好在失业半年的自我调节下，我控制住了，简明扼要说了句，节目已经开始了，要求我们现在去任务点。可于慧慧却夸张喊了出来，不是吧，你真参加呀？我就是怕你受不了，你可别哭啊！这一嗓子喊得我脑仁疼，我刚想张嘴反驳，可我又怕说话一着急控制不住真要哭了。正当我憋得不行的时候，一直没说话的叶良辰直接坐上了副驾驶，他没哭，别耽误，上车。我微怔，叶良辰这是在替我说话吗？他在团队地位最高，见他动作所有人也跟着上车。于慧慧眼珠子在我身上转了一圈，突然拉开车门对我说，小允，你胆子小，要不车还是我来开吧。多冒昧啊！我立刻正开拒绝，你坐后面，开车是节目组给我的任务。于慧慧被这么一推，脸色顿时黑了下来。行，我坐后面，你别哭就行，搞得我跟欺负你一样。从上节目到现在，我觉得我控制得很好，可于慧慧非要给我按人设，每句话都往上面引，最后于慧慧还是坐在了后座。不过一路上还不忘内涵我，江小允，你们公司真的是不拿你的命当命，为了通告费什么综艺都给你接，等下进去，你要是真的怕得走不动路，就让江哥背你算了。于慧慧说着朝最后面的江武看，他是退役运动员，一身腱子肉5大3粗，江哥人挺热心，听到这话直接拍着胸脯保证，行啊，没问题。于慧慧看似维护我，但是不着痕迹就给我和江武组了 CP， 等下进去就能顺理成章和其余人抱团。小允，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照顾你，毕竟你不像我。他话没说完，眼神却不言而喻。我从后视镜看了他一眼，都是娱乐圈千年的狐狸，谁是傻子？搁这儿玩聊斋呢？没想到秋白阴阳怪气的接茬，21世纪了还兴娇妻文学，还真有傻子。不过他公司本就是我的对家，自然不会给我好脸色。两人一唱一和，我听得窝火，正准备对回去，突然车载系统开始疯狂报警。这辆车是新型智能车，其中最具噱头的就是安全系统，可以自动避让周边行人，而此时发出警报，就是证明四周有人。可是荒郊野岭的，除了我们一辆车哪来的人？随着车辆不断发出滴滴声，整个车厢都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这是节目效果吧？秋白试探问了句。车灯照不到的位置黑黢黢一片，哪怕是知道可能是节目效果，但是悚然的气氛仍然迅速弥漫整个车厢。尤其是车载平板上车影两侧不断有人影掠过，屏幕前的观众也开始了激烈的讨论。大半夜搞这一出，吓死老子了！你看到没有？齐昊都吓得往后缩了缩。半夜12点半坟场开车，周围还都是人，节目组还能更刺激一点吗？而就在他们期待节目组还要怎么玩的时候，车子突然紧急刹车，于慧慧没忍住尖叫了一声：江小允，你到底会不会开车呀？大晚上的要吓死谁啊？我转过头默默回道，车子是自动刹车的，而且现在车熄火了，一瞬全箱都静止了。在冗长的沉默里面，我数次尝试启动，却
无论如何车子都没有动静。你们听过没有？在坟场，要是车莫名其妙熄火，就下去说几句好话，这样就能顺利通行了。秋白再一次开口，眼神飘忽，要不找个人下去试试。见没人接话，他搓了搓手，朝后座的齐浩看，一直在降低存在感的齐浩面无表情，然后朝着一旁位置挪了挪，哈哈哈！武打明星齐浩滤镜碎了，没有人觉得秋白装吗？人齐浩怂，最起码不避避，他这种就是自己不行还怂恿别人上。于慧慧不是超绝钝感力吗？可是刚刚就他叫的最大声，江小允到现在都没出声呢。弹幕一条条刷过，也有人注意到，从头到尾我的表现都很淡定，就像是一只情绪稳定的卡皮巴拉，甚至在几次熄火后扭头看向后座，要不我下去一趟，或许是拉不下脸让我一个女人下车冒险，又或许是为了给自己挽尊。秋白摇摇晃晃的也下车了，一声气拔山河，朝着车头就是一通暴力输出，结果没什么效果。接着齐浩跟着下车，再然后是江武，三个人分别对着3个方向胡乱言语，各自打了一通军体拳，可折腾了10来分钟，车子还是无法启动。于慧慧全在座位上白着脸瑟瑟发抖，而叶良辰尝试和节目组沟通，弹幕炸屏，有人很忙，有人假装很忙，有人吓得都装不动了。就在此时，黑暗中一声砰响，3个硬汉抱头跪地，于慧慧尖叫大哭，一片混乱里，我从车后走出，在所有人惊惧的目光里面，目光悠悠道：车子没油了，万籁俱寂。万千网友却笑出了屏，节目组太损了，给一辆没油的车开一半困在坟地，直接把恐怖效果拉满，救救孩子吧！我觉得那3个男人要碎了。江小允要是再晚一点说，那3个男人高低要给各位拦路的祖宗磕一个。我要对江小允黑转粉了，他表现的真理智啊，而且居然到现在都没吓哭。反观超绝钝感力的于慧慧，她一晚上都在吐锅鼠叫，好烦啊，脱粉了。于慧慧怎么也没想到，节目刚开始粉丝刷掉一半，不过她也意识到自己反应过激，尤其听到见我反应平静，脸色一阵阴沉，突然冲到我面前质问：你开车的，车子没油了会不知道？你是不是和节目组商量好，故意看我们出丑，凹人设凸显你这么淡定？于慧慧气急败坏，声音都拔高了好几度，秋白也跟着帮腔，这下我这脾气都不住了，明明是节目组动了手脚，刚想辩解，可一开口，熟悉的鼻酸感疯狂上涌，越着急越控制不住，越控制不住越说不出话，结果于慧慧一看气势更凶，别遇到事就要哭行不行？烦死了！你要觉得委屈你解释啊，你这样子是不是做贼心虚啊？我一言不发，这该死的泪失禁体质不能激，一激动就面红耳赤，脑中一片空白。更让我头大的是，我现在这副样子，又要做10类阴怪的人设，和他没关系，节目组搞的噱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的叶良辰重新出现，清俊的面容在月光下冷霜冰凉，不知道是不是有了人帮忙，我竟然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提气叉腰，朝着没反应过来的于慧慧吼一声。对，网友弹幕刷新，哈哈哈！江小允这是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吗？江小允太可爱了，这是割我也生气，我帮了你们，结果你们怀疑我，要不是他，现在那群大哥还3方朝拜呢。我并不知道网上的评论，听了叶良辰的话，众人也不再说什么。节目规定天亮前要赶到任务点，按照导航，我们距离任务点还有几10公里，现在车没了油，徒步走过去，我们怕是要交代在路上。就在我们几个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叶良辰面无表情上前，把一串车钥匙递给我，沉声道：节目组在前面放了一辆摩托车。所有人大喜过望，反应过来叶良辰刚刚消失是去前面探路，网友更是清一色夸叶良辰又 man 又帅。只有于慧慧看着叶良辰跟我的互动，忍不住叫嚷：良辰哥，你都看到有摩托车了，怎么不直接开过来？秋白连着其余2人也一脸莫名。叶良辰气质偏冷，不说话的时候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几人看着叶良辰，气氛都跟着沉了沉，让几个人都怀疑是不是自己说错了话。紧接着在万众瞩目下，叶良辰别过头，言简意赅开口：我不会开摩托。我愣住看向众人，他们也摇摇头表示不会骑摩托车。那么现场只有我一个会骑摩托。于慧慧又心里不平衡了，看到车的时候还阴阳怪气了一句，还说你和节目组没有商量，全部都像是为了你特别准备的一样，哪怕是直播，他脸上的酸也不加掩饰。我情绪冷静下来，一个跨步潇洒上车，你要不想上车就自己走过去。于慧慧噎住，还是不情不愿的上了车。其实节目组是有心机在里面的，说是摩托车，其实是个待测都还改装过的八嘎摩托。在夜深人静的乱坟岗，一个人骑着搞笑的八嘎车载着5个人，反差感直接拉满。我并不知道我的一系列操作让在凌晨半夜开直播的节目组喜提收视率第1，而随着我们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也终于有网友发现我没看错吧，这个地方不是之前传的很有名的那个连续嘎了好几个人的凶宅吗？网友发现了，我们团队也有人发现了，赶快掉头，我不去了，节目组丧心病狂吧，居然来这么会气的地方。于慧慧先喊出声，她和齐浩秋白挤在侧斗里面，急得就要往外跳，好在被齐浩伸手按住，才没让摩托侧翻。你疯了，来回乱窜车翻了怎么办？江武也忍不住喝了一声。而此时我们已经到了别墅门外，布满铁锈的大门随意敞开，两侧藤蔓缠绕破旧的院落，杂草纵生，外墙斑驳显得荒芜又凄凉。一阵阴风吹过，于慧慧哇的哭出声来，我不进去，我不要进去。我皱眉看她，眼神带了几分疑惑。这栋别墅曾经发生过灭门惨案，从那以后住进去的人无一幸免，皆离奇死亡，是实打实的凶宅，请过高师做法也没用，就一直闲置着。秋白开口解释，他打从心眼里也不想进去，上综艺是赚钱的，不是送命的。要知道节目组这样玩，多少通告费他都不来。听秋白这么一解释，所有人脸色都难看起来，节目还要继续。于是在所有网友的见证下，我面不改色一脚油门，风驰电掣带着一车人冲进了铁网，期间还能听到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为了制造恐怖气氛，节目组竟然1比1还原了凶案现场。此时节目组提前安排好的录音响了起来，规则要求诸位要在凶宅里完成各项任务方可安全撤离。第一个任务是在受害者房间进行4角游戏，由4人分别站在房间4角，然后依次上前去拍前一个人的肩膀，当走到没有人
人的角落咳嗽一声，循环往复。因为全程在黑暗环境，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前一个摸的究竟是不是你的队友。这个任务一出来，网友纷纷倒吸一口凉气，上来就这么大强度，节目组太坏了。我听说节目组开始拍摄前跟各自嘉宾签署了免责协议，这真是要下血本了。相比于网友看戏，此时集聚在门外的我们表情各异。于慧慧赶忙道：“4个人正好，你们4位男士来吧。”秋白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凭什么呀？我不是害怕呀，我是平衡能力不好，我这进去到时候影响任务。反正我们当中最淡定的就是江小允，我倒是没什么意见，点头答应。”可是这个时候，原本不愿意参加的于慧慧突然要求也要加入游戏。正在看直播的网友不禁疑惑起来：于慧慧不是不敢参加吗？怎么又突然愿意参加了？呵呵，你没看出来吗？她故意选择叶良辰前面的位置，估计是想等会投怀送抱硬组 CP 呢。于慧慧不知道自己已经在网友心目中败了路人缘，进房间的时候还避开摄像头朝我挑衅看了一眼，我没在意。倒是站好的时候，身后的江武好心说：“你要是真的很害怕，你可以站在原地，我替你走过去。”此时此刻，我只能紧张的点了点头，因为我感受到我的泪失禁体质又要迸发了。要是这时候哭了，免不了一顿嘲笑。很快任务开始，随着第一个人上前，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里只有彼此交错的呼吸声。我后面是江武，前面是叶良辰。先几轮并没什么特别，或许是看不见，黑暗放大了感官。当我再一次走到叶良辰的身后，能清晰的感觉到他身上的温热气息。抬手时候，他突然小声跟我说了一句话：“房间里有其他人。”果然，节目组不会这样轻易的放过我们。就在此时，于慧慧突然尖叫了一声，有人拽我头发。另一边是江武惊讶的声音传来：“于慧慧，你不是已经到我这了吗？”紧接着，气氛陷入了绝对的诡异，在极致的恐惧面前，人是动不了的。很快传来了于慧慧的啜泣声，她小声哽咽道：“我不想玩了，按照规则，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坚持玩完8圈，否则紧锁的房门不会打开。”这时候好心的江武也不敢搭腔，画面就此定格。不知不觉5分钟过去了，直播间的观众实在受不了了，能不能快点啊？我们在这里看你们表演呼吸呢。就在网友等得不耐烦的时候，黑暗里缓缓响起了一道熟悉的旋律。洪亮的嗓音，沉稳的节奏，我唱的几乎是一瞬引起全网刷屏，还得是强军战歌。我宣布，从今天开始，我就是小允的真爱粉。我的强势操作让混入房间的 NPC 也懵了。红哥一响万鬼退场，他们迷茫的从暗道退回了演播室，询问导演下一步。导演的脸上也挂满了错愕，哪里想到我的操作这么溜？看着已经被净化的恐怖气氛，思前想后，只能提前下一步。我们并不知道节目组计划，只是在我的调节下，于慧慧和江武又能继续任务了。然而就在第7圈走到一半，原本紧锁的房门突然打开，然后一个手持电锯的蒙面男人堂而皇之出现在门后。节目比我想象的还要丧心病狂，眼前的蒙面人完全是1比1复刻凶手。启动电锯的时候，甚至还有刺耳的电流刺啦声，场面瞬间一片混乱。别说于慧慧，几个大男人都被吓得抱头鼠窜。秋白直接吓得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坐在地上哭着喊着要回家。结果一抬头，看到了地上原本安静的尸体抽动了几下，一声惨叫直接喊炸了麦。节目组太损了，虽说密室逃脱是假的，可这凶宅是真的呀！隔着屏幕我都看得头皮发麻。不过真没想到几个大男人居然被吓哭了。快看我们小云宝贝也太淡定了，她简直是古希腊掌管恐怖综艺的神。网友嘲笑被吓哭的嘉宾，同时也不忘夸我，因为我太淡定了。此时江武和齐浩已经一左一右缩在我两边，1米8几的大男人恨不得窝进我怀里当个宝宝，而叶良辰站在我身前护着我们后退。混乱的场面里，我俩就像是2棵屹立不倒的常青树。网友锐评，能不能让他俩单独开一期？我想看铁胆夫妇拿捏恐怖综艺。突然天花板上掉下来一个披头散发穿着白色长裙的女人，刚好挂在于慧慧面前。这下她彻底崩溃，直接双腿一软瘫倒在地上，紧接着地上湿了一片。说时迟那时快，仅1秒直播掐断陷入黑屏，于慧会被吓尿了裤子的事情让节目组慌了神，他们所有恐怖效果都是针对我，可是没想到我全程不动如山，反倒是于慧成了我的对比。于小姐，真的对不起，我们也是为了营造最真实的恐怖氛围，为了收视率，总导演顾不上节节上升的收视率，喊停节目，亲自跟于慧道歉，卑躬屈膝的样子让周围几位嘉宾眼神都变了。于慧什么来头？刚刚我被吓得从楼梯上摔下去，节目组也没喊停。齐浩忍不住打听，秋白皱了皱眉，这你都不知道？这档节目最大的投资商姓于慧不就是首富千金吗？我站在一旁听着这话，表情有些古怪，老爹什么时候多了个女儿？正纳闷着，却看到导演组面色不愉朝我走来，开口4命令道：等下节目中你表现的害怕点，最好能哭出来。导演，节目主打一个真实效果，故意让人哭，是不是违背节目初衷了？站在旁边的江武忍不住替我说话，却被秋白和齐浩打断。节目效果而已，而且反正江小允也是圈子里出了名的阴怪，就是一个女孩比我们几个大老爷们都要淡定，太假了。其实人家慧才是真实的正常反应。两人一唱一和，帮着于慧，听得我心里恼火。综艺又不是演戏，还要考演技。刚准备拒绝，却见王姐凑过来，在我耳边压低声音劝：热度够了，快点结束今天的拍摄，就可以收工回家了。有什么能比一个社畜回家重要？想到这里，我胡乱点头。导演满意收回视线，一声 action 继续拍摄。不过他没想到事情如此顺利，踢到我，他算是踢到棉花了。我很配合，接下来的拍摄可以说是贡献了毕生的演技，一路大喊大叫接泪崩。第2天节目彻底火了，我卡皮巴拉无缝衔接阴怪直接冲上热搜。救救我小允怎么能这么好笑？上一秒还面不改色的面对突然出现的 NPC， 下一秒又突然泪奔，这反射弧也太长了吧！相信综艺有剧本，小允这剧本演绎的也太有效果了。你们都忘了黑屏的8分钟了吗？小允直接变了个人，节目组真脏，这不明
明显给尿裤姐挽尊吗？没错，虽然导演及时掐断了直播，但是还是有网友火眼金睛，发现了于慧慧的糗事，几秒钟的截屏被他们飞速传播。第二天，于慧慧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姓名，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尿裤姐。于慧慧团队气疯了，我们同属一家公司，在数次压稿无果后，她联合节目组和公司勒令我退出第2期节目，导演更是亲自下场澄清，说我第1期如此淡定，完全是因为买通了助导，提前掌握了第1期的节目内容。可惜网友不买账，他们只相信直播看到的，尤其是这个时候，叶良辰竟然出面为我证明。这一下，于慧慧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抹黑我无果，反噬自身被传得更加不堪。不过她首富大小姐的身份摆在这里，节目组无奈下只能拉着我们公司给我施压，让我配合澄清，承认自己提前知道节目内容。找我的那天，于慧慧也在，她一脸嫉恨，原本节目邀请我就是为了给她立人设，结果没想到我情绪稳定，她疯狂出丑，尤其是我还和叶良辰关系亲密，她3番2次替我说话。江小允，你配合澄清，我们会给你一份对应的补偿。这要是我们把消息传出去，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公司可不会管你。节目组导演恩威并施，于小姐你惹不起，跟于小姐道个歉服个软，于小姐不会再跟你计较。我都要被气笑了，我跟她道歉，她多大脸啊？道歉是不可能道歉的。我捏着虎口，面若冰霜。听到这话，于慧慧直接拍案而起，江小允，你别给脸不要脸，我现在让你道歉是给你机会，以你的咖位根本配不上这个节目，好一个配不上，你配得上，好一个首富千金。我反唇相讥，于慧慧被我呛得脸一阵青红，最后恨恨地甩下一句，行，我现在就让你滚出这个节目。导演，你要是不让他滚，你们节目也不要继续办下去了。众人一听警铃大作，导演在权衡过后，当然是舍弃我这个炮灰，疾言厉色道，江小允，你违背我们节目的原则，我们提前终止合同。气氛沉默的可怕，我一言不发，很奇怪，我竟然没激动，甚至觉得格外的平静，挑眉望着眼前众人，半晌反问一句，你们确定？导演说完也很犹豫，我热度正高，可于慧慧上面有节目组最大的金主爸爸。想到这里，导演只能违心说，江小允，你也别怪我们，你对资本的力量一无所知。很好，我认同，他们对资本的力量一无所知。我被雪藏了，被强行退出节目后，节目组在疯狂抹黑我，他们说鉴于我耍大牌、不配合等等恶劣行径，才会勒令我退出第2期节目。可是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哪怕是同一期的秋白和齐浩下场撕我，战于慧慧，网友这边清一色也是嘲讽，有没有搞错？人家火一点就让人家下台，不就是抢了于慧慧风头了吗？这女人什么来头？她凭什么呀？听说于慧慧是豪门千金，之前的几次不也是抢她风头，基本没什么好下场。即便是这样，姜武和叶良辰依然爷们的挺身而出，坚定的站在我这边替我鸣不平。节目本身热度高，再加上节奏这么大，第2期节目的预约人数依然高居榜首。于慧慧对此乐见其成，甚至在第2期节目快开始前，特地打电话给我在那头放话，要是我愿意跪下来跟她道歉，她就考虑再给我一次机会。上第2期节目，我都要被逗乐了。第2期上不了，我平静回答，江小允，骨气没办法当饭吃，你要搞清楚，在这个圈子，蝼蚁是没有前途的。他语气嚣张至极，我挂了电话，心中冷笑，我说上不了节目的可不只是我。第2期节目开播前，最大投资人突然撤资，紧接着节目全网下架。